天启皇帝朱由校是怎么死的呢？天启皇帝朱由校去世的时候，年仅23岁。这个年纪如果是放到现在，不过就是刚刚踏出大学校门而已。所以这很多人就产生了疑问，天启皇帝是不是被谋杀的呢？这一疑问的指向其实非常明确，因为那个时候在大明王朝，有能力谋杀天启皇帝的人，除了9000岁魏忠贤，也没有别人了。可是这魏忠贤恰恰是最没有谋杀天启皇帝动机的人，因为这天启皇帝才是魏忠贤掌权的根本，没有了天启皇帝，他什么也不是。这一点从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之后，轻松拿下魏忠贤就能看得出来。所以这魏忠贤是绝对不可能杀掉天启皇帝的。那么这天启皇帝到底是怎么死的呢？根据史料记载，兴致突起的朱由校在客氏魏忠贤等人的陪同之下，到西苑游船戏耍。他这个人喜欢喝酒，坐在大船上就控制不住了，站在船头喝酒唱歌起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阵大风刮来，没站稳的朱由校就掉下水中，差点被淹死。经过了这次惊吓，天启皇帝朱由校就生病了，还病得不轻呢。后来经过多方医治无效，身体每况愈下。后来又吃了尚书霍维华进献的仙药灵露饮，导致了全身水肿，最终不治身亡。一个20岁上下的年轻人，溺水惊吓便一病不起，至少说明天启皇帝身体本身就不太好，而这很可能和他乱性和滥用春药有关。这一点不仅是天启皇帝，明朝中后期的不少皇帝都有这方面的小爱好，也不排除天启皇帝自幼身体就不好的情况。毕竟天启皇帝的父亲明光宗朱常洛一辈子不受父亲的待见，他一直是担惊受怕的，根本没心思管自己的儿子。天启皇帝从小恐怕也没有享受过太多的皇孙的优厚待遇，自幼体弱多病也是说得通的。更何况从明朝皇帝大多30来岁去世来看，他们很可能有先天性的家族遗传疾病。天启皇帝身体不好，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。除此之外，便是那颗所谓的仙药了。因为从天启皇帝的症状全身水肿来看，应该是他的肾出了问题。因为药物代谢排泄大多经过肝肾，古代仙药里的成分其实不少是有毒的，甚至含有剧毒成分，影响肝肾功能再正常不过了。天启皇帝长期饮用零度饮，严重损害了肾功能，进而就引发了全身性水肿。在那个年代，这几乎就是绝症了。所以这年纪轻轻的天启皇帝，在20多岁就一命呜呼了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